为什么不同人的头发颜色会不一样？从科学角度来看，哪种发色是最好的？染发是如何改变发色的？会不会导致脱发的问题？如果我们观察亚洲和非洲地区，几乎所有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但为什么欧美人的头发颜色却丰富多样？首先，人类的发色是由2种黑色素决定的，分别是真黑色素和褐黑色素。真黑色素含量较多，发色就会较深，反之则较浅。而褐黑色素决定了红色和橙黄色的发色。因此，在这2种黑色素的搭配下，人类的天然发色只有黑、棕、金、红、白5种。比如，金色头发是因为真黑色素和褐黑色素的含量都很低，黑色头发则是因为真黑色素含量很高，红色头发则是由于褐黑色素的含量高于真黑色素。所以，不同比例的色素会导致不同的发色。那为什么大多数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头发是黑色的呢？这里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会产生更多的黑色素。其次，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位于热带，受到的太阳辐射较强，因此头发需要大量的真黑色素来提供保护。你可能会想，黑色不是会吸收辐射吗？这难道不会导致头发吸收更多紫外线，从而造成损伤吗？其实恰恰相反，就像皮肤中的黑色素可以吸收紫外线，防止其深入皮肤深层，避免细胞发生变异，黑色头发也遵循相同的原理。因此，从科学角度来看，黑色头发比其他颜色的头发对紫外线有更好的防护效果。当然，黑发的这种防护能力并没有那么关键，这是因为头发本身不是活性细胞，而是死亡的，只有头发根部的毛囊才是活性的。那为什么人类会长白头发呢？其实这也是与黑色素有关。人的头发本身是白色的，头发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黑色素。随着年龄增长或精神压力增加，负责生成黑色素的细胞逐渐减少产量，最终停止工作，导致头发变白。刚才我提到了人类的天然发色，但人类常常喜欢通过染发来追求个性。那么问题来了，染发是如何改变人的发色的？染发是通过化学过程改变头发颜色，这个过程主要涉及到染料的渗透和氧化反应。染发剂中包含的染料分子可以渗透进入头发的鳞片层，并与头发内部的色素结合，从而改变头发的颜色。那么染发会对头发造成伤害吗？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在头发的组成占比很大，它就像一把保护伞，保护着头发尽量不受到热、湿气和紫外线的影响。当染发时，染色剂会使头发的蛋白质发生改变，能使染色剂渗透进头发里，而这将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枯发、分叉以及断发的情况都会发生。某些染色剂存在较强刺激性的化学物质，也会导致脱发。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染发导致的脱发是可逆的吗？这其实得看情况吧。如果毛囊受损严重，甚至已经坏死，那么脱发是不可逆的。但如果毛囊尚未完全坏死，及时治疗还是可以挽救的。其实大家可能听说过米诺地尔，这种药物确实可以帮助生发的。它的原理很简单，头发不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吗？而毛囊本身是依靠周围的毛细血管来输送营养的。无论是因为染发还是雄性激素引起的脱发，最根本原因还都是毛细血管供血不足，营养无法充分供应，并导致脱发。米诺地尔能够使毛囊附近的血管扩张，增加局部供血，为毛囊提供更多的氧气和营养。不仅如此，它还能刺激毛囊的细胞增殖，从而促使头发重新生长。这是米诺地尔的生发机制。然而，使用米诺地尔前期有可能出现短暂掉发变多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新发长出的过程中，米诺地尔会代谢掉受损的、不健康的头发，从而让健康的新发替代它们。虽然市面上有许多米诺地尔的产品，但是它们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例如，某些产品的浓度较高，某些浓度较低，有些是溶液形式，有些则是泡沫形式。5%的浓度经过无数次实验验证，是目前脱发诊疗指南推荐适合男女性脱发的浓度，能够最大化促进头发生长。此外，第2代的米诺地尔产品采用泡沫形式，相较于常规的米诺地尔更显优势。这是因为常规米诺地尔所使用的溶液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等不良反应，而泡沫剂型的米诺地尔不含丙二醇，能减少瘙痒等局部刺激的发生率，因此对于头皮敏感的人更友好。不仅如此，泡沫剂型的米诺地尔更容易吸收见效快，这是因为泡沫剂型的米诺地尔将药物的渗透方式从传统的细胞间途径转变为直接跨细胞途径，药物的渗透速度能提高5倍以上。因此，泡沫剂型的米诺地尔能在8周内见效。总的来说，
我们头发颜色是由黑色素决定的，而染发的本质上就是染料分子与头发内的黑色素结合来改变头发的颜色，并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对头发造成损害，甚至是脱发。想要染发的可以慎重考虑，但如果已经出现脱发的情况，可以依靠米诺地尔来补足发量。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健康饮食、规律作息，以及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发水，这样才可以保持发色更加稳定，头发健康有光泽。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